嗨，大家好，我是赵阳。今天这一期，我们来介绍以及谈一谈这个 Sony 相机里面的这个 S-Log 档，怎么样去理解它及小技巧以及拍摄的技巧方法，跟这个后置怎么样去转换，或者是说还原它光线以及原色。好，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首先，我们可以要理解的一点是，现在的相机不管是微单单反都是所谓的数位相机。那有别于传统的这个胶片时代那胶片时代除了要好的镜头之外，也要好的胶卷那感光度多少的胶片下去做拍摄照片或者是影片或者是这个之前 DV 这个类比的这个摄影机录像机。那首先我们可以明了要知道的有几点。第一点是这个数位相机的颜色跟光线，只能说是画面，不管你是拍照或者是录影，它的组成主要的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光线的伽马值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机里面都有所谓的这个伽马值只是它没有标示。那这些我们新手可能要自己要去理解的一点那譬如说我们其实所有的相机应该预设都是所谓的这个 REC709或者是说这个拍照的时候是 sRGB 或者是说 RGB 那这个是属于这个颜色的范围一般来讲，我们通常如果在我们这个电脑萤幕的表示这个叫做这个颜色的空间范围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颜色的深度或范围那我们今天就不讨论所谓颜色的深度，我们光理解这两点。那什么是伽马值那如果没有伽马值的表现，那你的颜色也没有办法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模拟这个类比的这个转换的表现。好，那伽马值当然就有很多的不同。那譬如说我们如果你是这个电视的标准我们今天先谈这个录影的部分。如果你是这个一般预设的话，都是 REC709。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调整它的伽马值，那在 Sony 相机的话，就是所谓的 PP 值Picture Profile， 它就是画质的档案的调整。那一般它会粗分为两项，这是必备。那出厂的时候它会有些预设，那譬如说这个是 REC709它Sony 相机上面是标示为 ITU709一个是伽马值，那另外一个是这个所谓色彩空间范围。那伽马值当然不止一种有所谓的这个 Still 比较注重暗部的这个表现无噪点或者是说有 Cine 等等那当然也有这个高的动态范围 HDR 等等的这个设定的选项。那首先我们理解一点就是说，空间范围是属于空间范围是颜色的表现的档案。那另外光线的表现的档案是所谓的这个伽马值。那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说，如果我用预设拍摄的话，一般成片看起来虽然不必后置，可是它后期的空间大家在谈论的后期的空间就会比较少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它的所谓动态范围会比较窄，REC709本来它动态范围就比较窄，跟这个新兴的 HDR 不管是 HLG 或者是 PQ 它会比较窄。那大家会问说，那 log 档是什么？ log 档其实它是为了因应在我们这个相机的 CMOS 里面它的感光元件，那我们通称有这个英文的翻译名称过来，我们通称视为这个动态范围。那其实应该理解成是
光感应的范围才对啊。当然，这是我以这个写程式的观点去理解它。那为什么要这样谈呢？那我们可以知道哦，709的标准的这个 HDTV 这个范围会比较窄啊。那如果说我们要获取更大的范围，那为什么要获取更大的范围？简单来讲，就是让镜头 CMOS 相机本身可以捕捉到更多的光子，不管你是亮度、高部啊，或者是暗部的这个细节等等，或者是高光的亮的细节等等，这样的目的是这样。那所以相机厂商才会因应这个 log 档。那 log 档是属于你听它的名字 log 就属于是什么？就是记录档。好，那它的特性跟这个我们俗称我们在单眼相机在拍照片习惯的 RAW 档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在Sony相机上面叫称为 S-Log 档，那在Canon的相机里面就称为这 C-Log 档啊。这个 log 档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光的这个资讯等于你可以理解成是光捕捉进来 CMOS 捕捉到的光子的这个记录档。但是它跟RAW档是不一样的，RAW档是原本的档案所以它的资讯范围记录成转换成这个数位的话，它资讯档会很大啊。这个是所谓 log 档，它会有压缩那我们今天着重主题在谈论这个 S-Log3 就是3，当然也有 log2 那 S-Log3 它着重的是在暗部细节的提亮它把这个高光的部分的细节牺牲了一点所以在原厂的元件里面，它的这个过曝的范围是95%或者是94%那如果在半画幅，Sony的半画幅是95%，那在这个全画幅的机种，一般都是在这个94%左右。好，那第二点，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 S-Log 档它的成型跟成因，那我们就必须要去运用它。那大家会问，那也是大家一些新手的痛点，就是那听说是很好 ，S-Log 档它的色彩比较好。其实 S-Log 档不管是2或者是3，它的原厂的用意是给你高光比，就是高光比的环境，跟这个低对比的记录档。它是这个意思就是高光比的环境，但是它给你的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低对比度的这个记录档那所以就必须要这个还原它，或者是说我们转换成是 log 档那一般如果说你的相机萤幕没有开启这个伽马显示辅助或者是你外接这个监视器也没有把相对应的 LUT 我们现在就谈到 LUT 就是 LUT， 它就是所谓的颜色查找表那当然也要配合这个，看你是用哪一种 log 哪一种 log2、log3 的原厂的查找表去先把它转换还原成 REC 709的颜色跟光比那这样的话，你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画面那也比较好，容易控制你的曝光环境。好，那第二点，我们再来谈到的是这个 S-Log 档，既然跟那个 REC 709有所区别，那跟这个我们所谓现在的 HDR、HLG 跟 PQ 又有什么不同我们首先可以知道的那个 S-Log3 或者是说 log 档，它跟这些我们讲的这个 HDR、HLG， 它是 HDR 的 HLG， 它也是因应所谓高动态范围，也就是说高光比的这个影片来讲，它还是属于是直出的，就是它没有比较，因为它是一个广播标准，等于说是电视这个电视录影的
广播标准，它不需要后置颜色调整的，直接就 pass 出去。那在 HDR 另外一个的这个动态高动态范围的影片之中，还有一个格式叫做 PQ。那 PQ 它就比较着重在后置，因为它因应的就是电影的后置的制作所以跟 log 档会比较接近概念会比较接近一点那但是他们的这个所谓最大动态范围，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最大的所谓最暗到最亮的这个保有细节的这个范围来讲他们都比标准的这个 REC 709要来得高那但是在 log 档的部分或者是 HDR 的部分，你再怎么高，你就没有办法高过你原本这个机器它 CMOS 的这个所设定的所设计生产出来可以最高的这个动态范围所谓的最大的光感应的范围里面那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了我不是说那为什么大家都要用 log 档来拍呢？因为它的后置调整的变化会比这个普通的这个 REC 709，就是我们讲的 HDTV 的标准，或者是我们新的这个 HDR HLG 的标准来调颜色，可以更广，适用范围和气氛会更好比较类似这个 HDR 的这个 PQ 的调色的范围。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拍摄 S-Log 档所需要的技巧。那我们以这个 Sony 相机来讲的话我们拍 S-Log 3是牺牲了这个亮部的高亮的细节那它提升了把这个暗部的细节提升，那我们讲说提升也对然后讲说增益也对那最主要的是它把这个记录的范围把它压缩了等于说是提亮那我们可以在实作的方面就可以看到，那是我们说增益。那如果说这个曝光不足的话它会用 S-Log 档拍的话，不管是 S-Log 2或者 S-Log 3，它都会产生很多噪点。那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噪点？那它的原理并不是在于说，当然你讲说把这个它的这个暗部细节增益或者是高光细节增益那如果说你没有向右曝光导致用这个 REC 709或者是相机的这个曝光的平时表下去看的话，它都会就是等于说是曝光不足。那各位就知道，因为它比log档它的动态光感应范围比这个 REC 传统的 HDTV 要大。那如果你曝光的话，等于说你的范围没有触及到它，不管你是最高或最暗，那变成说，你的进光量不足。那进光量不足的话，自然就产生噪点了它最主要的成因噪点都是这个因素，所以我们就变成说要尽量向右曝光。比较我自己的使用心得是，我把它分为2种，一种是全部手动不管到哪里快门就要固定的看快门一般都是会被锁定，不管你拍摄这个慢动作或者是一般的格数，快门是永远是固定的。这个光圈的景深大小那再来就是也是决定这个 ISO 值。那把 ISO 值可以压在原生的，看你有没有这个像新型的这个 ZV-E1 或者说 A7S3 这个有双原生的增益的这个 ISO。那如果是单一的话，也是固定在最低的避免噪点，或者是不要范围不要超过太高。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再看是要调整光圈或者是调整这个 ISO 值把这个曝光值提高到这个正2也就是加了2档加了2档的曝光，或者是 1.7 档那甚或者是说，你可以依据这个判断，如果说是阴天或者是夜晚环境
这个进光量不足，那在偶尔可以增加到 2.3 2.3这个增益档等于说增加到 2.3 EV。再来就是决定好光圈快门之后，这个 ISO 值设为自动之后，来调整这个光圈大小以及你需要的景深那调整好之后，那把这个 EV 值这时候曝光的量值表就会以 ISO 值设为自动，那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个补偿的这个 EV 值，你把它设定为正2。那一般来讲的话，这样来拍摄的话，也会比较方便那像我现在在录影，就是采取这个方式另外的是要开启这个，我们刚刚讲，开启这个伽马补助的显示然后你把这个相机的伽马补助显示调整为自动那你在拍这个 log 档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去转换它。那再来就是打开这个直方图我们可以要看这个直方图，因为它的压缩档，一般我们在曝光的时候，不管你是要用手动或者是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 ISO 要自动的话，都可以也要观察一下这个直方图。这个档比较不拍摄起来有一个好处是在高光比的时候，它也不大会这个过曝但是这特别要注意的是，它会欠曝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点。再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后期制作的部分。那当我们影片还原的时候，那第一个是把这个用这个原厂所谓一级调色，就是把它转换成 RAC 709。那我们在Sony的官网就可以去查到这个下载到这个，不管你是 S-Log2 或者是 S-Log3。那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这个颜色的空间范围一般来讲比如说你拍摄这个 S-Log3， 那看你是要搭配S-Scanner Ciner 或者是另外的空间那这个就你要自己要注意，这个所谓下载 LUT 的时候有很多种自己要去小心使用好，那今天就谈到这边，希望我的解说可以帮助到各位，谢谢各位，记得订阅拜拜。